乱套了，电动车上最重要安全配件被无情的换掉了，你敢相信吗？作为当下主流的交通工具，电动车的便利远超汽车，以至于很多有车一族专门买一辆电动车在城市代步。时至今日，中国电动车市场保有量已达到惊人的 3.25 亿，而这并不是巅峰，这个数字每年还会上涨。正是因为电动车庞大的数量，它频频成为交通事故的主角。时间一长，越来越多的人希望电动车可以迎来规范的管理，以减少事故的发生。规范管理可以有效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可很少有人注意到电动车的缩水对安全的影响。一个电动车中重要的安全配件却被无情换掉了。一、厂家的降本增效。2003年，电动车开始在中国市场快速发展。那时候，电动车生产厂家还没有想过降本增效，为每一台出厂的电动车都安装了蜂鸣器。电动车行驶过程中，蜂鸣器将会告知前后车辆自己的动态，降低事故率。就电动车的安全配件来说，蜂鸣器应该是最重要的。可伴随着市场竞争越来越大，各大电动车厂商开始动起了歪心思。他们想要在市场上战胜竞争对手，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打价格战，用低价吸引消费者购买。可与汽车不一样，电动车的各配件价格非常透明，各家也没有什么让消费者一定要选择自己的特殊功能。在利润降到无法再降低的时候，摆在这些电动车生产厂家面前的只剩一条路，那就是为电动车缩水。毕竟电动车的技术含量真的非常低，主要配件无非就是车壳、制动系统和电瓶。电动车生产厂家还真的很难在这3个方面卷出什么花样来。起先，各大电动车厂商在缩水时都表现得非常克制，不敢将电动车的配置砍得太厉害。将这些缩水的电动车投入市场后，他们的价格让很多消费者直呼划算。各大电动车厂商的销售额也在一涨再涨，眼瞅着自己给电动车缩水，可消费者却根本就察觉不到，仍然掏钱购买。电动车厂商的心越变越野，不仅将电动车部分无关紧要的零部件砍掉，还将主意打到了蜂鸣器这个电动车上最重要的安全部件上。的确，早些时候，很多人都觉得电动车上的蜂鸣器非常土，除了在行驶的时候发出滴滴滴的噪音外，它可谓是一无是处。以至于厂商将蜂鸣器砍掉后，不少消费者还为厂家摇旗呐喊，觉得做得对。消费者的不知情助长了电动车厂家的嚣张气焰，以至于现在很多电动车出厂就是一个基础的配置，全车上下只有一个鸣笛的功能。它的价格是很实惠，可它隐藏的安全隐患却非常大，对自己和行人都不负责。类似的情况不止在2轮电动车上出现，3轮电动车也遭到了波及。现在想要在一辆3轮电动车中找到一个带有蜂鸣器的，都得是撞大运了。作为生产厂家，他们可以为了降本增效，在电动车配置上缩水，可被缩的配置应该是消费者不需要的，不应该是保障安全的。消费者不明白它的重要性，难道电动车生产厂家和消费者们一样不懂？2. 居高不下的事故率。电动车数量越来越多，以至于近几年因电动车驾驶不当出现的事故越来越多。2016年到2021年的5年，非机动车事故里有 75% 都是电动车。这夸张的事故率有部分是驾驶员自身原因，可车辆配置也该背锅。别看当初电动车厂家给电动车安装蜂鸣器时，它的存在感非常低，可实际上它在保障驾驶员安全驾驶这方面还真的没办法挑出什么刺来。在电动车行驶时，交通环境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周围车辆一多，很容易陷入一个复杂的交通环境中。这时候，转向蜂鸣器迎来了大展拳脚的时候，它可以直接告诉周边的车辆和行人，本车辆接下来要怎么走。很多时候，电动车交通事故的出现，就是驾驶员以为别人可以理解自己接下来怎么走，而其他车辆和行人则是认为电动车驾驶员接下来会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就像是一个向左，一个向右，他们能到一个目的地。
转向风鸣器在复杂路况的情况下，就相当于拿着个大喇叭，告诉周围的所有人，自己接下来该怎么走，事故率自然会降下来。与此同时，转向风鸣器还会在一个很多人忽视的地方起到作用，那就是在视野受阻的环境中，别看电动车缩水后，它仍然配有转向灯，可它想要起到作用，必须得是在一个视野无遮挡的环境，但凡被遮挡一下，就很容易出现鬼探头，从而酿成又一起电动车交通事故。在夜晚，驾驶员的听觉往往要比视觉更敏锐，可以说转向风鸣器在夜间行车或视野被遮挡时，它的声音能起到一个很好的补充作用。就电动车安全来说，转向风鸣器可以说是永远的神，它能有效的降低电动车出交通事故的概率。土归土，可用起来也是真的非常好用。当前电动车市场上，其实还有部分漏网之鱼的电动车在出厂时仍然带有转向风鸣器，可大部分消费者都不知道它的重要性，以至于看到电动车上出现了转向风鸣器，他们第一时间就是想要将它给去掉。对于这些电动车用户来说，他们没有想过风鸣器是一个安全卫士，只是单纯以为它在电动车上是一个装饰品，充分显示出了当前电动车驾驶员安全意识的淡薄。要是知道风鸣器的重要性，又有谁敢拆它呢？3. 被拆下的限速风鸣器。为了有效减少高速行驶的电动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新国标电动车应运而生。不管这些新国标电动车出自于哪个生产厂家，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跑不快。最快速度被设置在了每小时25公里。按理说，电动车生产厂家和新国标管理规范的出现，都是为了从源头上保障驾驶员的安全。要是这种严格的管理方式能够一直持续下去，一定可以降低电动车车祸概率。可有些驾驶员就是想体验速度与激情，他们找到一些可以为电动车提供改装服务的店铺，打开了电动车厂家对车辆设置的限速阈值，同时还把限速风鸣器给拆了。在新国标实施后，限速风鸣器本应是新国标厂家的良心之作，可这并没落到好。按照原本的设计来说，限速风鸣器将会在驾驶员将车辆提升到一个危险的速度时，及时响起滴滴声，以告知驾驶员眼下的速度已超过安全阈值，保持该速度容易出车祸。只有降速才能重归安全的怀抱。更有一部分电动车销售门店直接就会在消费者购买电动车后为他们提供摘除限速风鸣器、解除电动车限速阈值的服务。难道说他们不知道这里有安全隐患吗？不，他们知道，可他们还是心怀侥幸的照做了。新国标电动车的出现，本意上是为了通过限制电动车的速度，进一步降低电动车的交通事故率。近几年，电动车之所以屡出事故，很大部分原因在于速度，甚至还有部分电动车，它们的速度比摩托车都要快。在城市里行驶时，就算是汽车也都会尽可能降低车速，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可电动车却仗着自己的小巧和速度在城市里辗转腾挪，驾驶员总会有一个侥幸的想法，总觉得自己不会是会出交通事故的倒霉蛋。长久以来，商家的种种行为都在无意识地告知消费者，风鸣器其实是电动车中无关痛痒的一个小零件，有它可以，没它更好。时间一长，消费者就产生了一个错误的认知，觉得自己可以为美观将风鸣器给拆掉。电动车上的好看和好用不应该是一个单项选择题，就算厂家想让消费者二选一，也应该明确告知消费者要被砍掉的配置是什么，它重不重要，不能让消费者稀里糊涂的就为了追求好看，把风鸣器当成摆设。结语：电动车诞生之初，它身上的每个零件都有存在的道理。风鸣器丑是丑了点，可它确实能极大程度的保障行车人员的安全。要是在近几年里，电动车生产厂家没有进行配置缩水，事故率说不定还会降一些。眼下的情况并非是无法挽回的，只要消费者愿意，市场反馈够好，风鸣器这么一个充满着土气的电动车配件，
一定可以在未来重新回到电动车上。毕竟电动车生产厂家也是要看市场反馈做出相应安排的。安全不应是口头上喊出的口号，每一个人都只有一条生命，在电动车上已经有无数驾驶人员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希望大家都能从中汲取教训，认识到电动车美观也好，速度快也罢，电动车最重要的还是安全。